以色列的地面进攻已经蓄势待发了。随着哈马斯战争进入到第2周，以色列也做出了下一步行动指示，那就是从地面进攻加沙地区，彻底扫平哈马斯武装。但在以色列发动地面进攻之后呢，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加沙地区内庞大的地道网络和密集的房屋。一旦处理不好啊，以军有可能会陷入一场艰苦的城市战。今天大兵带各位了解一下加沙的地道战。10月14号，以色列国防军公开宣布，现在已经进入打击哈马斯武装的下一阶段，以军准备从空中、海上和陆地对哈马斯发起打击。据了解，这将是以军自2006年以来发起的最大规模地面行动。而参与这场行动的部队至少有数万名军人，在他们头顶还有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以及陆地火力、舰载火力等进行掩护支援。最终的目标呢是彻底摧毁哈马斯领导层。但按照当前加沙这个城市的密度来看，这场即将打响的地面行动有可能会给以军带来不小的挑战。虽然加沙地区是一个没有任何纵深的地方，总面积只有365平方公里，但加沙的地下呢却有着密密麻麻的地道网络，它的存在呢将是以军地面进攻中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地道战也被称之为地下战争，是指在地下建造堡垒和隧道以实现战斗目标的战争形式。这种战争形式呢，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武装冲突中经常出现，比如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而在加沙地带呢，地道战已经成为哈马斯等组织长期以来对抗以色列的主要手段之一。根据报道，加沙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开始在加沙地带修建地下隧道。这些地下隧道不仅可以用于运送人员和物资，还可以作为战斗堡垒，储备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在哈马斯接管加沙地带之后呢，更是对地道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加强了地道战的建设和训练。据了解，在加沙地道网络的鼎盛时期，哈马斯和其他武装组织利用埃及边境下方的近2500条地道，被用于走私商品、燃料和武器。2010年之后呢，以色列开始允许更多货物通过其过境点进口，走私活动呢对加沙的重要性不再那么重要了。埃及也在后来通过掩埋或者摧毁地道来阻止走私活动，这也使得加沙的地道功能从走私开始向军事转变。那么在聊加沙地道转变之前呢，大兵要先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个新朋友，他就是 NordVPN。这些年呢，网络诈骗事件是屡见不鲜，我们急需一款能隐藏我们的 IP 地址，防止黑客或者网上机器人追踪我们的信息的保护伞。现在它来了 ，NordVPN。可以在你购物输入个人身份信息、信用卡资料时呢，确保我们的资料受到保护，让我们的网上购物更加安全放心。除此之外，它还具备额外功能，例如威胁保护 （Threat Protection）， 它像是一个小型的反病毒武器，还可以阻止广告。现在只需要一个账号，6个设备都能受到保护。如果你也想给自己的网络安全加密，赶紧点击信息栏的链接下载 NordVPN。订购2年方案还可以获得69折的优惠，并额外赠送4个月的服务，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获取独家 NordVPN 优惠，额外4个月，请点击视频下方的描述区和置顶评论的链接。下面让我们回到今天的视频。2013年，一名以色列居民在家中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以色列国防军赫然发现，从加沙通向以色列基布茨附近有一条长1.6公里、深18米的地道，隧道内有混凝土屋顶和墙壁。以色列赖希曼大学地下战争专家达夫尼·里奇蒙·巴拉克表示，这些跨境的地道往往比较简陋，这意味着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防御工事，挖掘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而至于加沙内部的地道，则相比要好一些，因为哈马斯会定期使用它们，在战时这里也会成为哈马斯的防空洞。里奇蒙·巴拉克表示，哈马斯领导人躲在那里，地下可以作为指挥和控制中心，用地道作为运输和通讯线路。同时，这些地道还配备了电力、照明和铁轨，人可以多走动和站立。因此，这次以军想要扫平哈马斯，就需要花费大力气去针对这些地道。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12号简报会上这样形容加沙的地道：加沙地带一共有2层，一层是平民的，另一层是哈马斯的。哈马斯的这一层有地堡，还有其活动的秘密藏身处，我们正在努力进入第2层。据了解，加沙的地道都修建在地下30米左右。在几年前，一个哈马斯人员曾对记者展示过他们的混凝土地道。记者在进出时会被戴上黑头套，避免泄露地道出入口的位置。地道的宽度呢不到1米，只能允许1个人通过。而里面的岔道四通八达，像迷宫一样，不熟悉地形的人进去恐怕很难找对方向。这个地道网络呢，可以被哈马斯用于运送人员、物资以及储存弹药等。除此之外，哈马斯也借助这些地道躲避以色列的无人机侦察。至于加沙下方的地道究竟有多少，迄今为止呢，还没有人知道准确的数字。此前，哈马斯领导人曾声称，目前已经修建了长达500公里的地道。这些地道呢，可以有效抵消以色列国防军在技术和情报方面的优势，并且放大巷战难度。显然，地道的存在有助于加强哈马斯有生力量的生存能力。倘若哈马斯在加沙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地道战坑洞体系，那么以色列军队在进入之前，确实是要先慎重考虑。毕竟地道的优势就是可以躲避大多数常规打击，地下数十米深度的地道可以有效地应对普通航弹、榴弹炮的轰炸。一套完整的坑洞体系也不必担心某几个出口被毁，况且坑洞还可以不断地扩张延伸。此前以色列就发现了数条从加沙地区直通以色列内部的地道，而这些地道的入口呢也各不相同，从加沙的居民房屋到学校，再到其他公共建筑，都有可能存在地道。这会让哈马斯武装在接下来的地道战中十分灵活，而那些在地道附近的建筑也有可能被哈马斯铺设鬼雷和自制炸弹。当然，拥有深入地方防线的能力并不代表哈马斯具有多强的进攻威慑力，毕竟其整体实力和装备都不具备战胜以色列的能力。但即便如此，哈马斯也能凭借着这些地道让以色列出现不小的损失。不过，地道战也有其劣势和挑战。首先呢，地道战的建设和维护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而且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即使是修建了地下隧道，哈马斯组织也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维护和修缮，以保证其隐蔽性和战斗力。其次，地道战的作战环境十分恶劣，有着狭窄、昏暗、潮湿、缺氧等问题。再次呢，地道战也会面临着被对手发现和摧毁的风险。以色列在过去几十年中曾多次发现哈马斯的地下隧道，并且投掷钻地弹将其摧毁，这也对哈马斯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而现如今呢，哈马斯已经被以色列大军围城了，数万名哈马斯武装分子隐藏在加沙城及加沙北部周边地区地下数百公里的地下隧道和掩体中。以色列军方领导人预计，哈马斯将在以军向地道上方推进时炸毁其中一些地道，并且引爆路边炸弹和设下陷阱的建筑物，从而阻碍以军部队向前推进。除此之外，有哈马斯官员透露称，在以军发起地面进攻之后，哈马斯还将计划从散布在加沙北部的隐蔽隧道洞口闪现，从背后伏击以色列军队。因此，为了让士兵行动更容易，以色列军方放宽了交战规则，允许士兵向可疑的敌人开枪前进行更少的检查确认。而值得一提的是，另一边的以色列其实在很早之前呢就十分重视加沙的地道，为此还修建了屏障。2021年，以色列宣布完成了智能围栏，这是沿着加沙地带一条64公里长的路障，其中就包括了一个地下混凝土屏障。此项目在2016年公开宣布。据路透社报道，该项目呢耗费了以色列超过14万吨的钢铁。除此之外呢，以军还在这里安装了数百个摄像头、雷达和传感器。在平时，加沙地带一侧的围栏只允许步行的农民接近。另外呢，在以色列一侧，以方呢还设立了瞭望塔和沙丘，用以监测威胁和减缓入侵者的进攻进度。这条巨大的屏障花费了约7.66亿美元，而以色列民众呢也一直相信这是安全的。然而，从这次哈马斯的突袭就可以看出，以色列的高科技防御系统是出现了漏洞。耗资数亿美元建造并且配备了大量摄像头和传感器的屏障，在数个小时内就被彻底破坏。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称，在上周的袭击中，以色列的屏障有29处被突破。尽管在某些地方沿着围栏不远处就设有以色列的守卫哨塔，但哈马斯几乎没有遭到多少阻击。
这是因为当时以军的大部分兵力都被调去重点对付约旦河西岸，边境上人员配备很少。而哈马斯呢，则趁机使用无人机投掷炸药，炸毁了以色列边境沿线的瞭望塔、通信基础设施和武器系统。在突破防线后呢，哈马斯又用推土机等大型设备扩大了缺口的范围，为较大型车辆开辟了足够的通行空间。不过，这场突然的袭击虽然给以色列带来不小的损失，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以色列的大军压境。而作为一个战争科技点满的国家，以色列除了防御地道的智能屏障之外呢，还有着专门打击地道的武器。拥有装备优势的以军恐怕不会直接和哈马斯打地道战，而是先利用自家的装备优势对这些地道进行打击。先前呢，曾经在对战中，以色列动用了地震武器，直接震塌了多条漫长隧道。除此之外，以色列军方还装备了一种能够检测地下异动的新型雷达，可以被用于搜索边境地区的地下隧道，然后配合地震发生器对其进行破坏。而至于那些在地面的城市战环境中，以色列那款被称为泰迪熊的 D9R 装甲推土机将会是成功进攻的关键。据了解， D9R 装甲推土机呢，是以色列专门针对密集城区巷战而研发的装备。它装有15吨的附加装甲和加强型刀片，足以抵御枪炮或者爆炸物的攻击，将在步兵安全前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即便如此，以军在推进的过程中呢，仍然是要小心，因为以上两款装备外界并不知道以色列究竟拥有多少。曾任美国陆军少校、有过2次海湾战争经验的约翰·斯宾塞认为，哈马斯会在防御和进攻中都利用他们的地道。在防御方面呢，哈马斯利用他们的地道来躲避以军的监视和袭击，他们在地道中保护他们的指挥、通信、武器和补给，允许在各个位置之间自由移动。而随着技术和炸弹的进步，哈马斯已经将他们的地道挖得越来越深了。而在进攻方面，哈马斯的地道使他们能够进行受保护的突袭。这些地道呢，通向隐藏的火箭发射地点，可以远程引爆，或者是战斗人员可以突然出现袭击，然后又迅速躲回地道中。我们不可否认，以色列确实有能力找到并且摧毁这些地道，但这些地道的深度和规模目前是不得而知的。在没有特殊装备的情况下，在地下进行通信、移动和射击，对以军而言都是一项挑战。与其他类型的地下通道不同，哈马斯的地道非常狭窄，使得进入、移动和战斗都变得极其困难。因此，除非以色列有大量针对性的特殊装备，否则地道可能会成为以军在加沙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